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春晚讲坛。现在气温开始回升了，很多人都开始育苗。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聊一聊，怎么让种子发芽，而且发得整齐，长出健壮的小苗。第一个，只使用好种子，那来源不可靠的、陈旧的、不饱满的、虫蛀的、破损的种子，都不要使用。发芽率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种子好，它发芽率通常在90%、95%以上。那这就是说，100颗种子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活的种子？那差的种子发芽率80%以下，甚至50%、60%，那里面坏种子太多，即便发芽种子出来也会被感染，会死。有的这个种子收获的时候就带病菌，还有存放时间长了，生命力衰退，那它的小苗长出来以后，虽然出芽了，也很快死亡。那我们买回种子以后，除了种子要好，那保存的时候也一定要就是低温冷藏。我们买回来以后，放冰箱里面冷冻保存，你放2年、3年拿出来照样能用，这是一个关键。那第二个，种子的预处理。那所谓种子的预处理的话，就这一个条其实是种子不发芽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种种子我手里面的是一个芦笋的种子，如果不说明白，有一部分人会以为它就是个种子，其实不是，这是它的一个果实。我们这个仔细剥开的话，会发现里边有3粒、4粒的种子。这个红色的种皮，如果它包着种子，它会妨碍种子发芽的。那香菜的情况，这个韭菜籽的情况，菠菜的情况是一样的。那到第3个，就是做一个泡水试验。泡水试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拿到种子以后，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种子质量怎么样，到底是好还是坏，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通常的话，它种子见到水以后就会吸水。我们找这种透明的这个玻璃杯子，里面放进10颗种子以后，正常情况下泡6个小时，种子会明显的长大。那长大以后，如果是坏种子，它会破皮，甚至腐烂。如果是好种子，它正常长大，有一个白白的芽点，就会变得很明显，这些好种子。但是另外一个情况的话，我们泡水泡2天3天，种子都没有什么变化，那这就是有种皮障碍，有休眠物质，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比如说破壳的，类似丝瓜，它的丝瓜壳胶质层含量很高，如果不破壳，它不能吸水，那不吸水就发不了芽，那需要用这个小钳子把这个种壳破了，水进去，2天就发芽了。但破壳有一点，就是破壳呢，就是仅仅是把壳破开一点点，让水能够进去，你不能伤到种子。丝瓜种子用指甲尖轻轻剪掉一点点边，但剪的时候要小心，不能伤害到里面的种子，破一点皮就可以了。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在水泥地上去反复磨到这个就看到种皮破了就可以了，不要溅到里面的种子，溅到里面的种子就会受到损伤。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泡种子当中，什么种子该泡多长时间，这我们也事先需要做一些了解。但是作为一个原则，有2点要注意。第一个，豆类种子非常不耐泡水，因此的话，其他种子多数种子是泡这个通常是1天，它就明显吸到了，那就可以拿去催芽。但是豆类呢，它吸水吸得很快，长得很快，6个小时时间够了。现在这个芦笋种子在手里面看起来看不出什么芽点，但是如果泡水以后，通常经过1天以后，它种壳上除了这个种子明显变大以外，种子上会有一个小白点露出来，那就是芽点。露了芽点就说明这个水够了，那个时候就要把湿度降下去进行催芽。另外一点，小种子就不必泡水。为什么不必泡水？它种子小，本身它吸水容易。那什么是小种子呢？作为一个原则，比如说咱们徒手去抓能抓起来的，像这个芦笋种子，
就是不是小种子。如果徒手去抓，不是抓起一颗，而是抓很难抓起来，或者是一抓起来，这个4、5颗很多颗，那就是绝对是小种子。刚才说的情况，就说有的种子为什么发芽，有的种为什么不发芽？那首先一点就是种子它是有生命力的，那生命的前提是它里面的这个胚必须完整，这是第一。第二，它的胚不处于休眠状况。那休眠状况什么情况呢？植物在这个进化发育当中，它形成了一个机制。为什么我们一年一度这个夏天过了，秋天收东西，收了以后都遇到冬天，如果种子不休眠，那它紧接着发芽，那遇到冬天恶劣的条件，它这个生存就有问题，那种群就不能延续。因此的话，它都有这个半年左右的休眠时间，这是它自身形成一个保护机制。因此的话，我们就需要了解它的休眠情况有多严重。那它这个机制的话，通常就是2种，一个种皮障碍，比如说莲子、这个丝瓜子，再一个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它里边含有抑制种子发芽的物质，是哪些呢？通常是带芳香味的这个蔬菜类，比如说香菜种子、花椒种子、香椿种子，这些种子就是它含有抑制物质，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那休眠物质的话，应该说所有种子含休眠物质，但是绝大部分种子的休眠物质，经过我们通常的常规处理方法就可以打破。怎么打破呢？好，低温刺激、日晒、微水浸泡、清水清洗，大部分蔬菜品种的休眠已经被打破了。那什么叫低温刺激呢？不是说专门的什么低温。好，我们种子买回来，我们拿到零下18度的这个冰箱里这个冷藏室冷藏保存，这就是低温刺激。低温刺激的话，让它感受到这是冬天，让我们要用种子之前开袋，拿到太阳下晒2个小时左右，紧接着怎么办呢？温水浸泡，那泡的过个10几分钟以后，拿来清洗，清洗完以后用室温的水清水浸泡就可以了。另外这个需要特殊处理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带芳香物质的这个种子。那这个物质的话，除了泡以外，我们还需要进行清洗，反复清洗。比如说花椒种子，我们泡完了还得放洗洁精去反复的去搓洗，搓了以后把它这个表层的油洗掉，这样它才会有发芽力。那香椿种子沾水以后也可以闻出很强的这个芳香味，那就是抑制种子发芽的物质。那我们需要反复的泡，反复的清洗，反复的泡和清洗，经过大概5、6次的换水以后，那它芳香物质出去了，这个休眠也就打破了。那说到外部条件的话，就有几个条件。首先一个是湿度，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光照，再一个氧气。那湿度的话，我们通过泡种以后，这个湿度它是够了。如果我们泡的时间过长，它种子开始呼吸，那还在水里面，氧气就不够了。因此我们泡种时间不能过长，只要种子明显长大，就要进行催芽。那好，湿度怎么控制呢？说到湿度控制，讲湿度，大家可能觉得很复杂，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我们常见的这个纸巾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它吸水。只要我们把这个纸巾湿润以后，通常我是这样的，种子泡好了，纸巾湿润，沥干水，依靠纸巾上含的水分已经足够这个进行催芽了。好，种子泡过的种子放在纸巾上，放完了，另外这面折叠回来，种子包在里面，然后放在发芽盒里面进行催芽。那催芽好了，第一个温度，怎么控制温度？那控制温度我们通常需要了解3大类的特点。第一类，喜热的品种催芽完温度非常高，就需要33摄氏度，比如说茄子
秋葵、苦瓜、丝瓜、辣椒、西红柿这些品种。那第二种喜温品种，那喜温品种比如说黄瓜、南瓜这些品种的话，它需要温度，但是呢不需要像这个茄子、秋葵、苦瓜、丝瓜、辣椒那么高，那25度就可以了。那另外一类喜凉品种，那喜凉品种就是蚕豆、豌豆、白菜、生菜、莴苣这些品种。这些品种的话，室温正常催芽就够了，就不能提高温度。那你提高温度以后，它长得太快，里面的养分消耗太快，那苗长出来非常弱。好了，我们了解不同品种的这个温度以后，那怎么控制这个温度？控制温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我们需要有一个温度计去监测这个温度到底是适合还是不适合，做到心中有数。根据不同蔬菜的品种，严格控制它的催芽温度。好，怎么控制呢？专业一点，我们有这个育苗垫，这个育苗垫它有一个控制开关，可以调节温度的高低的。它有个感应头，放在这个催芽的这个工具旁边，它可以感应到里面的温度是高或者是低。低了，它把温度加上去，温度加到了，它停止加，这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在亚马逊去买也不贵。如果说我们喜欢弄这个种植的话，那必不可少。还有一个，我相信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电热锅，可以控制温度的电热锅。它这个板也是可以控制温度的，温度高低可以控制的。这个电炒锅里面放大概1/3的水，水上再加上我们蒸东西的一个小架子，那育苗盘催芽的种子放在上边，这个温度计放在旁边，只要把这个温度控制好以后，那照我的标准，好的种子那一定是在2天之后出芽的。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光照。光照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在室内育苗，光照不足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最常见的原因。为什么呢？我们露天敞开的，它这个阳光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7点，它都有光照的。那室内房子挡住了，只有这个向这个阳的窗口，它光照多一点。那即便这种情况，它得到的光照也是正常光照的1半都不够。因此的话，我们如果说希望这个种植搞得好，那这个植物灯是必须的。那我最喜欢用的植物灯就是这种，它瓦数不大，就是一片45瓦。它的控制面积在多少呢？就是大概一个平方尺的面积，我们把它挂1尺高，它能照的面积是4个平方尺左右。很多人通常问，我到底需要多大？到底需要多大？根据你发芽的盘数来决定，那需要2片还是3片，这样就可以了，不需要刻意去增加这个灯的这个瓦数来增强光照，用这个高度调节。如果你用这个不标准的白炽灯去照，一个光效率低，再一个的话，白炽灯发出的热量过多，放的位置如果低一点的话，会把苗又烧坏的。那氧气怎么办？氧气和这个湿度是一对矛盾。我们用了湿纸巾就解决这个问题，既让它有足够的湿度，然后又保证有充分的氧气供应。那用了纸巾催芽以后，只要每天轻轻的用这个喷壶喷一点点水就可以保证了。浸了水以后，一定要把苗盘拿45度角歇放，让这个水淋出去，这能保证水不过多。